黄叶子已经长成树。喝水都煮那么久。过了。哦。就是我去日本的时候，然后我用交友软体，然后那时候就他敲我，然后我们就很顺利的聊天嘛，就是分享我们，因为他是跟家人去旅行，那我是本来跟人家去旅行，但 anyway 最后变成我自己一个人在旅行，所以我们就会分享一些路上的经历，就是就例如会拍照给他看，说我现在在哪里啊，对，我就聊得蛮开心的。重点是因为我那时候错过飞机，因为那时候我是搭晚上10点多的飞机。所以其实那是最后一班飞机，然后也找不到地方住，所以我就因为那时候身上剩下一点点钱，然后我就敲他，对，然后因为他姐姐好像是，你姐姐是做旅行社，因为他姐会日文，我说可不可以请姐帮我问看看有没有什么饭，然后反正 anyway 最后他就说不然你就来我们这边住好了，所以我们就去跟他 K 修。你知道我那时候还想很多，我那时候还把我的行李啊什么什么全部锁在机场的置物柜里面，然后想说。好，万一就是真的是遇上什么诈骗啊，还是什么？就我那时候其实想了很多啦，就是预设了很多立场，就一到然后看到他就是一个朴实的人，对，第一印象是蛮好。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刚好，我们到我搭那个车，然后他那个出口是因为他那个车站在楼上，所以我要走下来，走一个天桥下来，然后他在天桥的底下等我这样，然后就一走到就想说应该就是他，然后我们两个就很尴尬这样，嗨，这是我们这个礼拜天见面，礼拜4在一起。那软体上好像聊了3-4天，所以加起来应该有1个礼拜。因为其实我们两个在一起，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啦，算是有一点公众人物的，就我的职业是 KOL 嘛，所以我的职业是需要在网络上曝光，以及可能会被人家认出来。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不能露脸这件事情嘛，就是他不愿意露脸这件事情，是我自己觉得比较遗憾的事情。其实久了以后就发现，就这就是我们。就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还不是 YouTuber， 可是现在变成这样子，其实对他来讲改变，对他来讲冲击可能比对我来讲冲击还大。我觉得我们两个最大的差异是，我是一个很活泼外放、不怕镜头的人，他就是相反，他就是一个巴不得这辈子都不要成为任何东西的标准。对，包含生日哦。其实在这之前，就是我们甚至。就是要不要结婚，要不要办婚礼啊，或者是因为他其实没有一开始他是没有求婚的，我也是问他说老公我们可不可以结婚，他就会说好啊。可是这是只有我们知道的嘛，但是我的朋友他们其实就会觉得怎么那么突然，然后他连求婚都没有求，我们怎么突然就要结婚了？然后那时候甚至我朋友还说会不会其实这整件事情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对，那当然我自己知道，我们应该说我们彼此都知道不是嘛？那因为他的个性，如果了解他的人就会知道，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你怎么逼他，他也不会做。对，可是他愿意的话，他就会默默的陪着你做。对，因为其实筹备婚礼，甚至办婚礼、拍婚纱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他就是，我觉得他对我的好，就
就是表现在他会去 push 自己做这件事情。对，那当然，其实我们也希望尽可能的避开一些，就让他太为难的时候。对，像例如现在这样，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录爱情故事，其实我知道他心里很为难啦。可是，其实你知道，我几乎每天都要收到一些讯息，就是说，因为他不露脸，那他不露脸的原因，其实我也解释过很多次，就是他是一个不想要对世界出轨的人，他是一个希望可以很低调的人。那我因为我相反嘛，所以我一直以来收到很多负面的讯息，是说老公为什么不露脸啊？是不是因为觉得跟你在一起很丢脸？是不是因为他每次看到这些讯息，他就会拍我，然后就会说不要管他们讲什么。他姐姐也说，他跟我在一起之后，他姐其实已经跌破好多次眼镜，就是他没有想到说他居然会做这些事情，甚至求婚，然后写了很感人的卡片。可他即便写了这么好的卡片，他自己也念不出来。他求婚方式是写在卡片上，然后拿给我，然后是说你自己看。对，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样，我就这样，就我们就是完全不同的人，可是我们却在彼此身上找到彼此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爱情，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很强烈感受到我在他的爱里。我们有很多不能登记的理由，不然其实我们是希望登记的嘛。毕竟我们那么辛苦争取到这个权益。我家人是还好，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出柜的比较痛苦的时期。那他们家当然就是比较保守，就是家人还是要尊重他们，但是毕竟我的生活还是我在过啊，对，所以就这样吧。把它结瓜。因为我们房间在楼上，在3楼，我的办公室在1楼。那因为我有时候剪片嘛，或者是要干嘛，那我可能就会弄到3、4点。然后我不管多晚上去我都会看到他在那边打电动，或者看影集，或者是玩猫，或者是对吧？他就是会坐在那边，然后不睡。我就问他你刚好不睡，他就说等你啊。而且是这4年来都这样，是4年多来都这样，就每天都这样。有时候真的就有一阵子真的太忙了，然后那时候真的已经天亮，我才上楼，然后我就看到他没有洗澡，然后这样躺在那个床上，然后手机还拿着，然后这样。然后我上去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要嫁给这个人，就想要跟这个人共度余生这样。对我来讲，婚姻其实是家。我也不知道，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奇妙，就是在当你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好像生活上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就我们一样是生活在一起，一样一起吃饭，一起有3只猫什么的，就生活好像都没有改变。可是你心理上会改变，你会更确定，就是从此以后家就是我们2个跟3个孩子。所以很多人来问我婚姻的意义，其实我也不一定讲得出来。就是婚姻对我来讲，婚姻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多么神圣。毕竟我见视过了这么多丑败的婚姻、衰败的、兰因絮果的各种不美好的婚姻。所以婚姻不伟大，伟大的是在于你想要
走入这段关系的时候，让你们的爱情升华成婚姻的时候的那份心意，是我觉得婚姻最美好的地方。